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婶婶，真的假的？林谦那个花瓶也能在投资公司混？堂姐林田一脸不信，酒杯里的白酒晃荡着刺眼的光。什么投资公司敢要他？上学那会连数学题都不会做，肯定是陪老板睡出来的位置。父亲的脸瞬间涨红，刚要发作，我按住他的手，轻轻摇头。电话铃声正好响起，是集团总裁。二叔，不好意思，您的副总位置我临时决定交给王总了，年后你可以考虑调去后勤部。我挂了电话，笑着看向脸色煞白的二叔，陪睡，看来是我不够努力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砰砰咚，炸裂的鞭炮声像一头不受控制的野兽，撞开了我的睡梦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短促急喘几口气，这才意识到是大年30了。窗外的天空是铅灰色的，红色的鞭炮只在飘飞，像无数只红蝴蝶在风中颤抖。林谦，起床了，帮妈做年夜饭了。我翻了个身，抱着被子不想动。10年没回来过年了，突然回来还真不习惯。林谦，你这孩子，猪啊！大家马上就要来了。我叹口气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妈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刺耳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一次我竟然觉得有些亲切。来了来了，我套上睡衣，踢踏着拖鞋走出卧室。厨房里，妈妈正忙着切菜，爸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春晚彩排。这个画面就像把时间拨回了10年前。妈，都谁要来啊？我拿起毛巾洗脸，还能有谁？你大伯一家，你二叔一家，你三姑一家呗。妈妈头也不抬，手起刀落，黄瓜在她手下变成了整齐的小段。哦，我应了一声，心里有点发虚。10年没见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。对了，还有你奶奶。妈妈补充道，今年奶奶主动说要来咱家过年，你可得好好表现啊。我心里一紧，奶奶这个在我记忆中总是偏心堂姐林田的老人。行吧，我尽量。我心不在焉地说。洗漱完毕，我坐到餐桌前开始切萝卜丝。妈妈看了我一眼，忍不住说，你这些年在外面到底都干啥了？怎么越来越不如你堂姐了？妈，都过去10年了，你能不能别总拿我跟她比？我皱眉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堂姐都结婚了，老公还是副主任，家里的车都换成奥迪了，你呢？连个对象都没有，每年过年都不回来，我跟你爸脸都丢尽了。我低头切萝卜，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其实我有未婚夫，只是不想告诉他们而已。就像我不想告诉他们，我已经是5家连锁美容院的老板，资产过1000万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比不上林田。新年好啊！大伯和大伯母是第一批到的，手里提着几袋水果和礼品。哎呦，这不是芊芊吗？真是10年不见呐！大伯母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又扫。瘦了不少啊，在外面没少吃苦吧？我淡淡一笑，接过礼品放到一边。还行，习惯了。哎，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啥时候找个对象啊？别挑来挑去的，年纪越大越不好嫁了。大伯母摸着我的手，一副过来人的语气。是啊，你看你堂姐只比你大2岁，孩子都上小学了。大伯补充道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没接话茬。奶奶来了，妈妈急忙迎上去。瘦小的奶奶被爸爸搀扶着进门，她的腰比我记忆中更弯了，手上的老年斑也更多了。奶奶，新年好！我走上前去，奶奶抬头看我，眼神有些迷茫。
哎呀，是芊芊回来了，好啊好啊。他拍了拍我的手，很快又埋头翻看随身带来的报纸。我心里酸涩，奶奶对我的态度就像对一个陌生人。不多时，二叔一家也到了。二婶一进门就紧紧抱住了我。芊芊，可想死婶子了，这10年都怎么过的？我礼貌地回报她，还不错，自己开了几家美容院，生意还行。二婶明显愣了一下，美容院那能挣几个钱啊？勉强养活自己吧。我笑笑，没多解释。堂姐林田挽着她老公林达走进来，她比10年前胖了不少，但打扮得光鲜亮丽，一副贵太太的模样。芊芊，好久不见啊！她的笑容里带着轻蔑，双手故意晃了晃手腕上的手链。怎么样？这些年在外面混得还行吧？我点点头，还行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林田的目光落在我放在一旁的包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哟 ，LV 啊，不会是假的吧？确实是假的，你眼光真好。我淡淡的说，看着他得意的表情，我就说嘛，真的哪能让你背啊？林田大声笑起来，扭头对她老公说：“琳达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”琳达笑着摇头：“甜甜，别这样。”二叔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芊芊啊，干这行要注意安全，别被老板占便宜了。”我看着二叔的眼睛，微微一笑：“二叔放心，我就是老板。”哈哈哈，行，有志气。二叔大笑，显然是不信的。这时，三姑和三姑父也到了，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拥挤。三姑父一进门就开始和琳达套近乎：“琳达，那个调动的事情，你看。”琳达拍着胸脯：“放心吧，姑父，这事我都跟领导打过招呼了，年后就能定下来。”三姑父满脸堆笑：“那就先谢谢了。对了，你们小区那辆迈巴赫是谁的？”我看着牌子眼熟。琳达挺直腰板：“哎呦，那是我们董事长的车，昨天刚好停在我们楼下。怎么，姑父也认识？”三姑父神秘兮兮的笑：“我们单位有个大领导也开这个，估计都是一个圈子的人。”我端着水果走过去，默默听着他们吹牛，心里直发笑。那辆迈巴赫是我未婚夫的，昨天送我回来的。年夜饭开始了，桌子不够，只能分2桌吃，一大一小，大人坐大桌，孩子坐小桌。大伯母自作主张地安排着。不行，我突然开口：“爸妈应该坐大桌。”怎么了，芊芊？妈妈拉了拉我的衣角：“妈，您和爸爸是主人，应该坐主桌。”我坚持道。大伯母尴尬地笑笑：“那就叔叔阿姨坐大桌吧。”吃饭时，三姑父喝了点酒，话就多了起来：“芊芊啊，这么多年不回来，是不是在外面有对象了？”我夹了块鱼肉，笑而不答：“肯定没有。”林田抢着回答：“要是有，能不带回来？我看啊，是找不到才不敢回来见人，找不到也正常。”二婶附和道：“现在的男人都喜欢小姑娘，芊芊这个年纪确实不好找了。”我咬了口鱼肉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还真有个处对象的，做投资的，比我大5岁。”饭桌上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。投资啊，那挺不错的。三姑父眼睛一亮：“什么公司啊？有名吗？”“就海巡投资，还可以吧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。琳达手中的筷子差点掉下来。“海巡投资？你是说那个市值1000亿的海巡集团？”“对啊，我男朋友是集团副总裁。”我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。“不可能！”林田立刻反驳：“海巡集团那么大，怎么可能找你这种什么？”我直视他的眼睛。林田讪讪地闭上嘴：“刚才那个包
是我男朋友送的 LV 限量款，28万8。我淡定地说，我没骗你，确实不是真的，是正品，不是真的假货。饭桌上鸦雀无声，只有筷子碰到碗的声音。吃完饭，家里的气氛更加尴尬了。大家坐在客厅里看春晚，我坐在角落里玩手机。林田趁机坐到我旁边，低声说，装什么装，谁不知道你底细，当年你。我微微一笑，当年怎么了？林田冷笑一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年做的那些事，肯定是靠不正当手段才勾搭上什么投资公司高管的。我看着他扭曲的面容，回忆起1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那时林田高考失利，转到我班复读，凭借着姣好的面容，他很快成了班里男生追捧的对象，而我则成了他的跟班，负责在他和男生约会时在外头把风。那个闷热的午后，我在教室外的走廊等他，而他在教室里和一个富二代调情。没想到班主任突然回来，我来不及提醒他，只能躲到一旁。等我再去教室时，门已经被锁上了，林田和那个男生被反锁在里面。第二天，林田怒气冲冲地找我算账，说是我故意不提醒他，导致他被关在教室里，差点出丑。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我一巴掌，说我嫉妒他，故意陷害他。从那天起，我在班里再也抬不起头来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毕业后，我便离开了家乡，再也没回来过。10年了，林田依然是那副嘴脸，仿佛永远长不大。客厅里，大伯母和三姑开始对我进行关爱。芊芊啊，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我们小区一个修车铺的老板，30岁，离过1次婚，人老实本分，工资也不低，1个月7、8千呢。大伯母热情地说，不用了，我有对象了。我再次强调，哎呀，什么海巡不海巡的，谁信啊？大伯母不屑地摆摆手，你这个年纪就别挑了，能找个老实人就不错了。三姑也跟着说，是啊，投资公司那些人花花肠子多着呢，不定骗了你什么呢。我懒得解释，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该接电话了。果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接通后装作惊讶的样子，啊，今天不能来了。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我通话。好吧，什么？你订了海鲜送到家里？不用这么麻烦的。我语气里带着失望和惊喜。好吧，那等下见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众人好奇的眼神，解释道，我男朋友杨巡说今天有事来不了，但订了海鲜送到家里，可能一会儿就到。杨巡，琳达眉头一皱，海巡集团副总裁不是姓杨吧？我笑笑没说话。他当然不姓杨，姓的是海，取自海巡2字，这是个小玩笑。不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是外卖小哥，提着几个大袋子。林谦小姐是吧？你好，这是海巡寄的海鲜套餐，已经付过款了。我接过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龙虾、鲍鱼、帝王蟹等高档海鲜，还有一张卡片，抱歉不能陪你，希望你喜欢这些。爱你的杨巡。琳达走过来，看了看袋子，这是海巡记，我常去的那家。她拿出手机查了查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不对，这不是真的海巡记，肯定是冒牌货。我耸耸肩，可能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就说嘛。大伯母立刻说，什么海巡集团高管，连家里吃的饭菜都是假冒的，真是不知羞。三姑父也跟着说，芊芊啊，虚荣心太强不好，找对象要实在点。我没说话，默默地把海鲜放进冰箱。其实这些海鲜确实是海巡寄的，
那是杨巡开的高档餐厅，但我懒得解释了。林谦，你那个美容院多大规模啊？大伯突然问道。不大，就几家连锁店。我随口回应。那年收入多少啊？大伯继续问。说了你也不信。我笑着说，我们当然信啊，都是一家人嘛。大伯母凑过来，眼里满是好奇。一年纯利润过1000万吧？我轻描淡写地说。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然后大伯哈哈大笑。芊芊，吹牛也得打草稿啊，美容店能有这么赚钱？你当我们傻啊？我耸耸肩，不再多说。二叔突然凑过来，小声说，芊芊啊，叔问你个事，你那美容店缺不缺人啊？我认识几个小姑娘，想介绍过去。我看了二叔一眼，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二叔，我的店里不做那种生意。二叔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讪讪地退开了。夜深了，春晚还在继续，大家各自忙着玩手机或者看电视。二叔给自己倒了杯酒，端起来示意琳达，来，咱爷俩喝一个。琳达赶紧端起酒杯。二叔，您客气了。二叔美滋滋地喝了一口。琳达，那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琳达拍着胸脯保证，放心吧，二叔，副总的位置跑不了的，领导都点头了。二叔满意的笑了。那感情好，等我当上副总，第一个提拔你。林田在旁边插嘴，爸，提拔琳达干嘛？他自己单位就挺好的。二叔不满地说，你懂什么？多条路子，多条出路。我在一旁看着他们沾沾自喜的样子，心里想笑。二叔口中的那个公司，恰好是海巡投资的子公司，而琳达所在的公司也有海巡的股份。林田见我笑，立刻不爽了。笑什么笑？别以为攀上个有钱人就了不起了。他转向众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那会儿可怎么样？我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直视林田的眼睛，说啊，告诉大家我怎么样？林田被我的态度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嚣张。你在学校不就是个跟班吗？还不是靠我才能和那些男生说上话，现在装什么装？谁不知道你是靠什么上位的？他故意顿了顿，看向大家，肯定是靠税上去的，不然凭他这个水平，能进什么投资公司？爸爸噌地站起来，你胡说什么？妈妈也气得浑身发抖。林田，你太过分了。我按住他们的手，示意他们坐下。没关系，我来处理。我站起身，扫视了一圈在场的亲戚。既然大家都好奇，那我就说说吧。10年前，我离开家乡，1分钱没带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刚开始在美甲店打工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。2年后，自己开了家小店，做美甲美睫。大伯母冷笑一声，美甲店那能挣几个钱？第1年纯利润70万。我平静地说，第3年开了第2家，第4年开了第3家，现在全国有5家连锁店，年利润过1000万。饭桌上一片寂静。我没上过大学，错，我重考了，考上了重点大学市场营销专业，边上学边经营店铺。2年前还读完了 MBA。 我看向林田，你说我是靠税上去的，我告诉你，是我给海巡投资提供了美容行业的投资建议，帮他们拿下了3个大项目，他们才邀请我加入的。林田脸色变了，不可能，你怎么会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反问。因为在你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被你欺负的跟班，那个被你诬陷，被全班同学孤立的可怜虫。林田语塞。10年了，林田。我摇摇头，我早就不恨你了，但你依然是那副嘴脸，
仗着家里人偏爱，以为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你转。客厅里安静的连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你们以为我这10年不回来是为什么？我环顾四周，因为每次回来都要听到你们的冷嘲热讽，看到你们居高临下的眼神。即使我现在事业有成，你们依然认为我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。芊芊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三姑弱弱地说。够了，我打断他，你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奶奶突然咳嗽了一声，所有人都看向她。芊芊，奶奶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你真的这么有出息了？我走到奶奶身边，蹲下身子。是的，奶奶。奶奶摸了摸我的头，眼里含着泪水。奶奶，对不起。我握住奶奶的手。奶奶，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有的，奶奶坚定地说。这些年，奶奶偏心了，总是疼甜甜，忽视了你。奶奶不知道你吃了这么多苦，还被他们这样说。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奶奶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不，奶奶说，你是奶奶的好孙女，奶奶以你为荣。这一刻，我感到10年来积压在心里的委屈和怨恨正在慢慢融化。芊芊，别生气，大过年的。二叔嬉皮笑脸地劝道，你能在外面闯出一番事业，我们都替你高兴。对了，听说你在投资公司上班，能不能帮二叔引荐一下？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二叔，刚才你们不是说我是靠睡上去的吗？这种关系你也想要？二叔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二叔，你不是快升副总了吗？我问道。二叔立马得意起来。是啊，下个月就定了，到时候你二叔可就是副总了。哪家公司啊？我明知故问。就是城南的那个安泰集团。二叔挺直了腰板。安泰啊？我点点头。他最近不是被海巡投资收购了一部分股份吗？二叔一愣。有这事？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下一刻，二叔的脸色顿时大变。喂，小王，安泰集团的人事变动定了吗？是吗？二把手还没定。我推荐一下，把副总的位置给王总吧，他在这个行业经验丰富，能给公司带来更多价值。好的，就这么定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脸色煞白的二叔。二叔，不好意思，您的副总位置我临时决定交给王总了，年后你可以考虑调去后勤部。全场死寂。琳达站起来，指着我。你胡说什么？哪有你这么大权力？我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。海巡投资执行合伙人，负责安泰集团的整合工作。你说我有没有这个权利？琳达拿过名片，看了又看，脸色煞白。二叔几乎瘫坐在沙发上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芊芊，你这是？二婶开口道。我这是什么？我反问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，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凭什么坐那个位置？可是他是你二叔啊！二婶急了。所以呢？因为他是我二叔，我就应该滥用职权，让一个不合适的人担任重要职位。我冷笑一声。那我和你们口中那些靠税上位的人有什么区别？二叔脸色惨白，眼中满是恐惧和愤怒。林谦，你太狠心了！林田突然尖叫起来。不就是我们说了你几句吗？你至于这样报复吗？我看着他，轻声说，这不是报复，林田，这叫公平。二叔根本不懂那个行业，没有相关经验，凭什么当副总？仅仅因为他是我二叔。可是林田还想说什么？够了！奶奶突然拍了一下桌子，都别吵了。芊芊做得对，有本事就靠本事吃饭，没本事还想占便宜，不害臊吗？
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奶奶，这丫头拼死拼活打拼了10年，你们不但不关心，还在这挖苦她，现在出事了，又怪她不讲亲情。奶奶的声音虽然颤抖，但十分坚定。你们有什么脸面说她？听到奶奶的话，我心里一暖，眼泪几乎要流出来。客厅里的气氛凝固了，二叔叹了口气，终于开口：芊芊，是二叔的错，二叔不该那么说你。我看着二叔，没有说话。芊芊，这位子，他犹豫着开口。我看着二叔，淡淡的说：二叔，副总的位置确实取消了，但我推荐您去做顾问，虽然职位没那么高，但薪水不会低。二叔一愣，随即满脸堆笑：好好好，谢谢芊芊，谢谢侄女。琳达不敢相信地问：那我呢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你老老实实在自己单位干吧，别想着走后门。三姑父战战兢兢地问：芊芊，你们公司还招人吗？我忍不住笑了。三叔，您这是？我想转行。三姑父赶紧说：好好干自己的工作吧，只要踏实认真，哪里都能出成绩。我说道。大伯母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：芊芊，阿姨刚才的话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二婶也赶紧说：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是关心你。说话没轻没重的。林田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芊芊，以后常回家看看。爸爸突然说，声音里带着哽咽。爸，我会的。我点点头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眼中含泪。芊芊，妈妈为你骄傲。我扑进妈妈怀里，10年的委屈和思念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妈，我想家了。我轻声说。傻孩子，这永远是你的家。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奶奶拍了拍我的手。芊芊，奶奶想听听你这些年的故事。我点点头，开始讲述我的创业历程。讲到艰难时，奶奶的眼泪就掉下来；讲到成功时，奶奶又笑起来。不知不觉，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密集。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我看着这些曾经对我不屑一顾的亲人，心里没有了怨恨，只有释然。新年快乐！我举起酒杯，对所有人说：愿新的一年大家都能过得更好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我走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手捧着一束红玫瑰。对不起，来晚了，他歉意地说。我笑着接过话，没关系，你来了就好。他跟我走进屋内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。各位，这是我未婚夫海巡，我介绍道，也是海巡集团的创始人。林田的酒杯从手中滑落，摔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但没人在意，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年轻有为的男人身上。海巡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问好，然后转向我的父母：叔叔阿姨，新年快乐！不好意思，工作太忙，没能早点来看望你们。我看着父母脸上既惊讶又骄傲的表情，心里充满了温暖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我轻声说。外面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。海巡搂住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他们还好吧？还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那个副总的位置。他犹豫地问：没关系。我轻声回答：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，尊重是相互的。海巡点点头，我懂了。我们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绚烂的烟花。这一刻，我感到无比安宁。10年的奋斗，不仅给了我物质上的成功，更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自信和自我价值。我不再是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女孩，而是一个强大、自信的女人。不再逃避，不再躲藏，
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面对这个家，面对这些人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，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过完年，我没有急着回去，而是在家多住了几天。奶奶每天早上都会来找我聊天，听我讲在外面的经历。她不再偏心，对我和林田一视同仁，甚至因为愧疚，更加关心我一些。芊芊，奶奶以前真是有眼无珠。一天早上，奶奶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奶奶，都过去了。”我安慰她：“不，奶奶要说。”奶奶坚持道：“奶奶一直以为你没出息，谁知道你比谁都强。奶奶以后再也不偏心了。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奶奶，我知道了。”二叔也变了，不再趾高气扬，而是谦虚了很多。他开始认真对待顾问的工作，甚至主动学习相关知识。芊芊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一天晚上，二叔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我知道我不配，但我会努力的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好好干吧。”二叔，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就连林田也改变了态度，他不再嘲笑我，甚至有些刻意的讨好我。芊芊，我想开个美容店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找到我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哦。”我有些惊讶，我看到你做的那么好，也想试试。他低着头：“你能不能教教我？”我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堂姐，心里既感慨又复杂。可以啊，我点点头。不过你得从基层做起，先去我的店里当学徒，学会了再说开店的事。林田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我知道，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开始学会尊重他人。临走前一天，全家人都来送我。芊芊，有空常回来。爸爸拍拍我的肩膀：“爸，我会的。”我点点头。芊芊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林田小声提醒我：“放心，下个月你就可以来我的店里上班了。”我对他说：“芊芊，谢谢你。”二叔郑重地说。我笑笑：“不客气。”二叔，奶奶拉着我的手，依依不舍：“芊芊，婚礼别忘了告诉奶奶啊。”“一定的，奶奶。”我保证道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我和海巡上了车。车窗外是我的家人，他们挥着手，脸上带着不舍和祝福。“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”海巡问我。我点点头，终于放下了10年的隔阂，在这个春节被打破了。我找回了家的感觉，也找回了自己。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，但我不再孤单。我有家人的支持，有爱人的陪伴，还有自己的坚强与智慧。这一次，我带着全新的自己回家，不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和解与重新开始。因为我明白，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事业上的成就，还有内心的平静与幸福，而这恰恰是我这10年来最宝贵的收获。外面的阳光明媚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